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文字：凡与极善，绝不可寻耳目，唯从心远隐微处，默默喜惕。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昧世之心，即为曲；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曲；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万世之心，即为曲。皆当细辨呐。这一段告诉我们，这个端跟曲的辨别。我们发心要想修善，发心要想积德，决定不能被耳目所欺骗了。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要随顺这种贪心，那我们就错了。必须从起心动念、隐微之处，将自己的心洗得干干净净。换一句话说，绝不能让邪恶的念头污染了清净心。这个佛经里头常说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我们修学的纲领。佛讲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跟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完全相同。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完全清净。所以全是济世救人的心，这就叫智。里面决定不夹杂一丝毫的委屈。这个委屈就是自私自利。他底下举的例子好，如果有一点点讨好世俗的心，那就曲了，就不直了。端是端直，佛家所谓的直心是道场。了凡先生在此地用端，端就是直，端心就是直心。那么端的反面，这是曲你心里还有一点讨好世俗的心，
这个错了，全是爱人的心啊！这个爱人就是佛家讲大慈大悲啊，这个爱里头没有情呐啊，如果有感情就错了啊！这个爱是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真诚的爱心，这个是断。如果这里面还有丝毫怨恨不平，这些地方非常微细，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勘验。我对人、对事、对物还有没有讨厌的？还有没有不喜欢、厌倦的？如果还有这些念头，我们发的心这个心是取，这心不是断就是不是知心。菩提心的心体，知心呐。你看《起心论》里面讲的，知心、身心、大悲心这叫菩提心呐。菩提是觉悟的意思，真正觉悟了的人，他的心是知心自受用呢是身心，身心是好善好德。那个善在前面讲过了什么叫好善呢？念念利益别人念念利益众生这是善如果里面掺杂着有自利的念头，这就不善了。这个标准要不能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真的，古人所讲的，你自以为是修善，殊不知在造孽呀。所以，你修行多少年，你都没有办法改变命运你都得不到好的成绩。毛病究竟发生在哪里，自己不知道所以《了凡四训》是一本好书仔细去读，读了之后细心去揣摩，认真去反省，于是自己就明白了知道怎样修善，怎样积德全是恭敬别人的心。这个2、3年来，我们提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只有一个爱心，一个感恩的心，这是断。假如掺杂丝毫玩弄世人的心，那就是取了。这些地方应当细细的去辨别。下面给我们讲什么叫阴阳何谓阴阳呢？这个善有阴善，有阳善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善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民，民以福也你现在修，现在已经把福就享尽了。
这明者造物所忌，是之享圣名而实不符者，多有其祸啊！人之无过咎而恒被恶名者，子孙往往惧法，阴阳之计危亦在。这一段说得好啊，阳善跟阴善呢好懂啊，比前面的这个端曲容易懂得多了啊。阳是完全显露出来啊，你做的好事人人都知道啊，报纸上表扬你啊，电视节目也在传播，在赞扬你，你所做的这些好事全都爆掉了啊。阴善呢，你做的善事没有人知道啊，自己也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这个好啊，这个叫阴德了，积阴德啊，阴德天报之，你将来得的果报厚，得的果报殊胜，得的果报长远啊。如果是阳善呢，人家赞叹赞扬你，恭敬你，这也是果报啊，这都报掉了啊。我们今天一般社会上讲知名度高啊，提起来没有人不知道你，这也是福啊，这都报掉了啊。实在讲呢，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可是古人有所谓实至名归，你真有实德啊，自然有人赞叹。你藏得再隐秘，总会有一天被人发现，被人发现，人家就会赞扬嘛。啊，譬如近代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生修善积德，积阴德，没有人知道他啊。到他老人家70岁的时候，有几位居士啊，徐渭如这些人，这民国初年这些大居士们，都是有学问有道德啊。他们去朝普陀山啊，在普陀山藏经楼遇到印光法师，觉得印光法师这个法师的风度言谈跟一般出家人不一样啊，于是常常亲近他，常常向他请教，才知道这个老法师真的有德行。他们回到上海啊，写了不少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于是印光大师的大名就这样传出来了。这不是印光大师委托他的，是他们这些人真正见到这样一位高僧大德，普遍向广大群众介绍，这叫实至名归啊。这个名不是虚名啊，真有实德。我们要明了。了凡先生接着说：“明者造物所忌，天地鬼神都忌讳啊，所以明不是好事情出名不是好事情。是
世之享盛名而实不服者，都有其祸。这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上呢，你仔细去观察，现世报知名度很高的人，他没有实德往往他遇到意想不到的灾害那么在世界上，这个享盛名最容易出名的是哪些人呢？在中国，在外国，大家都晓得电影明星最容易出名了他出名，那也是福报如果他没有实德，确实往往遇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我们看到中国外国些大明星有名的明星，真正能得善终的人不多了凡先生这句话有应验不仅是影剧界，任何一个行业里面，如果没有真实的德行他这个知名度越高，潜伏着意想不到的这个灾害的机会也越多。这个我们要知道，人无过咎而恒被恶名者这个人没有过失，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行善积德而被别人侮辱，被别人误会恶名广布大家提到这个人都骂他几句，这倒是个好事情好在哪里呢？他的罪障报掉了每个人看到他瞪他一眼，骂他几句，这也是果报吗？把他无始劫以来的罪障都报掉了，子孙往往具法了他的儿孙呢，往往忽然之间发达了那么也有少数自己晚年呢福报现前了，阴阳之际为一在这个阴德阳德的果报非常微妙不能不加以辨别我们这个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应该怎么做法，自己就明白了。下面第4段说何为是非善有是有非先生举历史上的一个例子，鲁国之法鲁国是春秋时代孔老夫子的这个故乡。说鲁人有蜀人臣妾于诸侯，皆受金于府，这是鲁国的法律鲁国的人有的时候穷困，被人家卖到别的国家去做奴婢，有人能把这些人赎回来，
鲁国政府里头有奖金给他，说子贡淑人而不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此是之矣啊！”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他淑人，淑人回来之后不接受政府的奖金，孔子听到了，责备他。赐是子贡的名字，是指你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说了：夫圣人居士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事己之行也。这孔老夫子教训说，你为什么错了？圣贤人做事情，他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决定可以移风易俗。换一句话说，帮助社会改良不好的风俗，这个事情可以做，能够教化百姓，给百姓做榜样现在我们在各地讲经，标这个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所学的必定能够为社会大众做表率，我们应当要学。不能为社会大众做表率的，我们不学，我们不浪费那个时间，不浪费这个精力。换一句话说，一定是利益社会的、利益众生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能够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做模范的这个事情，我们要做子贡淑人而不受金不足为世人做榜样所以孔老夫子责备他，非独事己之行也，不能随自己的爱好我喜欢怎么做不可以你要顾全社会大众说今如果富者寡而贫者众他就讲到现前如果这个社会富贵的人家少贫穷人家多受金则为不廉你要是子贡淑人嘛，接受政府的这个奖赏，好像自己不廉洁了。这种影响太大了，何以相属乎？还有谁敢去做熟人的事情呢？这是被子贡破坏了。换一句话说，要懂得圣人的意思，子贡熟人一定欢欢喜喜接受政府的奖励鼓励这个大众有钱的人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在外面做奴婢的都赎回来这才是好事情你今天赎人不接受奖金，以为自己很廉洁接受奖金就不廉洁了对你自己来说是说得过去，但是对于整个社会风俗来说，你错了所以自今以后不服赎人于诸侯也。这个诸侯是别的国家还有谁去赎人呢？由此可知，圣人的标准
这个是非标准跟一般人是非标准不相同下面又举一个例子：子路正人于逆，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悦，自今鲁国多正人于逆矣。你孔老夫子眼光子路也是孔夫子的学生，他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面快淹死了，他下水把他救起来这个人会对他非常感激，送一头牛去谢谢他，子路接受了子路没有拒绝，接受了。孔老夫子听到了很欢喜孔老夫子说，自今之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在水里面去救那些快淹死的人了为什么呢？接受人家的报酬嘛。这两桩事情自素眼观之，说子贡不受惊为忧这值得赞叹说子路之受牛为猎这个是比不上子贡可是孔子则去由而诸事也孔子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赞叹子路由是子路的名字事是子贡的名字。你看他赞叹子路，责备子贡，乃至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这3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我们行善，这个善的影响面要广，时间要长，这个善就是这是大善如果影响的面很小，影响的时间很短，这是小善那在这一段里面讲呢，非善所以不论现行而论流弊，这个流弊用今天讲就是影响不论一时而论久远绝不在一时它影响的时间长不论一生这个得的利益不是我一生，而是叫天下人受益，这个善就是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子贡的例子就是这个他现行做的善好像是个善事，但是他留下了不好的影响，这个影响的时候会阻碍许多人去赎人回国你阻碍别人说，那你不就害了人吗？所以这是似善而实非善这个离生能够见到的人不多，这圣人见到现行虽不善，而且留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子路就是如此子路救了个人，人家送他一头牛，他就接受了，好像是不善，但是他这个能影响别人使其他的人听到子路这种行为，他看到别人掉水里
也会很勇敢的下去救人。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善呢，实在他是善。然此就一劫之论耳。这是举这一桩事情来说。他如非义之义，非理之理，非信之信，非此之词，皆当抉择。这个是非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都要懂得。那么什么叫做义？什么是不义？我们都要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理？什么是信？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在这个里面，譬如说，有一个人做坏事，做恶事，决定要惩罚他，绝不能够宽恕他。有人宽恕了这个罪人，这个事情算不算是义呢？你一定要观察这个人。假如这个人做错事情被宽恕，这个坏人，他反而胆子更大了，他将来会做更多的坏事，使许许多多人受害。那么你这个宽恕是错误了。如果你要是警戒他、惩罚他，他以后不敢作奸犯科，这是真正的义这种叫非义之义礼是人人有的，但是要有分寸，用礼貌待人是礼。如果过分去恭维去赞叹这个人呢，渐渐傲慢起来了，那这就非礼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不谨慎不能不细心信用很要紧，也要看状况。如果顾全小信，这是信呢；因为顾全小信呢，却失了大信，那就错了所以圣人顾全大信呢，有的时候可以能够放弃这个小信，这些呢就叫非信之信慈爱，慈爱不能过分过分呢，往往变成不仁慈了非慈之慈，这些都是说你本来是好的，你用的不恰当义是好的，你用错了；礼是好的，你也用错了信用是好的，你也错用了；慈悲是好的，你也错用了。佛家常讲，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慈悲方便是佛家教学最重要的方法佛门常讲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怎么会慈悲变成祸害，方便变成下流呢？用的不恰当非慈之慈非方便之方便呢，用错了。第五段讲偏正何为偏正？
吕闻夷公这是讲吕言。初次相位，归故里，海内两之，如泰山北斗。有一乡人醉而立之，吕公不动，谓其仆曰：“醉者勿与交也。”闭门谢之。欲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公是回之曰：“是当时稍与计较，宋公家则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当时止于存心于后，不为扬惩其恶，以至于此。此以善心而行恶事也。”吕闻夷公这个文夷是谥号他的名字叫元，吕元号叫冯元，他是浙江秀水县人，生在明朝英宗正统年间，做过宰相这个人非常之好是个好人是个忠厚的长者那么他罢相回家的时候，回乡的时候，出此相位这是告老还乡辞职之后归故里还乡的时候，虽然辞去了宰相的职务他老人家的德行事业海内两之，如泰山北斗就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如同两目泰山北斗一样这个两个是形容词。他说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乡人，同乡的人，酒喝醉了，骂他吕公不动听了这个酒醉的人骂他了，他不动心，告诉他的随从他醉了，不要跟他计较不理他，闭门谢之。过了1年呢，这个人呢犯了死刑，被关到监狱里去了。吕老先生听到这桩事情开始后悔了，他就说：“假使去年他酒醉骂我的时候，我要把他送到官府里面去治他的罪这种小的惩罚，使他能生起戒心他就不至于做出更大的坏事他说：“当时我只是想存心于厚道，没有想到这样反而养成他的过恶，以至于此这桩事情是善心做了恶事，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再讲一个相反的，如某家大富有这么一个大富人家，值岁荒，遇到荒年穷民百昼，强属于世这个树是粮食这个米，荒年穷人白天抢粮食这个大富人家他家里有粮穷人到他家来抢粮
告知县呢，县不理。这个妇人向县府告状，县官没有理会。穷民愈肆啊，这些穷民来抢劫的愈放肆了啊！虽视之而困入之，终时定，不然即乱矣。啊，这个妇人逼得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头私设刑堂，把这一些这个抢劫的人抓来审判啊，惩罚他。这样呢，把这个抢劫平定了。不然的话呢，这就变成暴民啊，会把社会治安扰乱了。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他是以恶心做了一桩好事情。啊，故善者为正，恶者为偏，人皆知之啊，这大家都知道啊。且以善行而行恶事，这叫正中偏也；以恶行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如果对于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往往我们自以为是善事，未必是真善。啊，所以行善呢，那讲求可多了。底下一段说：“何为半满？”哎，你行的善，这个善的功德啊，是不是圆满的，还是只有一半？啊，亦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是举《易经》上2句话。善跟恶都是在靠要积呀，才这个报应才会现前呢。啊，书曰：“上罪观音。”啊，这是书经上一句话。商朝末年呢，啊，罪孽造的罪孽太多了。啊，所以武王起义啊，灭了殷商。啊，底下用比喻来说明，如储物于器啊，储藏东西在器皿里头，勤而积之则满。啊，我们很勤快啊，常常累积，它就满了。懈而不积，懈是懈怠啊，不常常去积存，它就不会满了。此一说也。啊，这个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啊。这个说法要知道，那就是勤而积，你的善是圆满的。如果你懈怠啊，偶尔遇到行一点善啊，并不是把心放在这个利益一切众生上，你做的这个善呢，只有半善，不能够做到圆满啊，这是一个说法啊。下面呢又有一个说法，他举一个例子：昔有某氏女入寺啊，这是说从前啊有一户人家的女子啊到寺庙里面，于世而无财啊，只有钱而文，捐而于之，
主席者轻微忏悔。这是个贫女身上只有2文钱，他把这2文钱都拿出来捐献给寺庙里。寺庙的住持主席就是住持和尚亲自来给他诵经忏悔。及后入宫富贵过了几年，这个女孩子被选到宫廷里面做了嫔妃了享受人间的富贵了她带了数千斤入寺设置这次到庙里面大概也是来还愿的吧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庙里面常常到庙里烧香许愿这一生果然富贵了再到庙里面来烧香带了许许多多的财物来布施。诸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这个住持和尚不亲自给他回向叫他的徒弟代表给他回向就可以了。因问曰这个女孩子就问了：吾前失钱2文。她说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到这里来，我布施2文钱。他说师父亲自为我忏悔。今施数千金而师不回向，何也？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带了几千两银两来供养，老师父你不给我回向，为的是什么？曰：老和尚说前者无虽薄而实心甚真，非老僧轻忏不足报德从前你到庙里来烧香拜佛供养2文钱，你的心真诚我不亲自给你忏悔，不能报你的德。今天呢，你带的这个供养虽然丰厚，你的心呢，不像从前那样的真切令人代忏足矣我让我的徒弟代表给你忏悔就可以了。这个里面我们要细细想想，此千金为半呢，而2文为满你看看这个善，心真，布施虽少，你得的善福是圆满的心不诚他做了这个嫔妃呀，这个我们俗话讲做了娘娘了，免不了带着富贵这个贡高傲慢的习气，你的德就损掉了。这个时候来拜佛，前呼后拥，不可一世。实际上，你修的福才半善而已下面了凡先生又举了一个故事：钟离受诞于吕祖这汉钟离8仙之一
他要度吕洞宾，交给吕洞宾点铁为经，可以济世。你要想救济穷苦的人，需要钱呢，他有一套法术，能够点铁成金。吕洞宾就问了：“宗变佛，我把这个铁变成金，还会不会还原呢？这个金又变成铁呢？”汉钟离就说了：“500年后当佛本知。”他说还会还原，但是500年之后。吕洞宾就说了：“如此则害500年后的人了，我不愿为也。那我不干这个事情，我不学。”这汉钟离说：“修玄要积3000功恨，如此一言，3000功恨已满矣，此又一说也。”你看他讲这个半跟满，举了3个例子，3种说法。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想，我们修善积德，到底我们的善是满善还是半善？我们现前得的果报是圆满的，还是有欠缺的？半就是欠缺。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学佛的人一般本质都好，心都好，非常可惜，他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见识，所以在理论方法上有了偏差，往往修善得的果报不圆满。道理都在此地。我们不读这些书，你怎么能想得到呢？希望我们念了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应该得什么样的果报？好，就讲到此地。